接下来关注南海。19号，菲律宾方面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空中巡逻，并公开炒作。解放军南部战区当天晚间发布消息称，当天南部战区组织一线海空兵力严密监控，情况尽在掌握。观察指出，菲美此类行动的军事意义不大，政治作秀色彩更浓厚。菲律宾不时炒作，意在拉大旗做虎皮。南部战区通报，2月19号，菲方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空中巡逻，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一线海空兵力严密监控，情况尽在掌握。战区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据菲律宾空军发言人同日通报，菲方3架 FA-50战机与美军1架 B-52轰炸机当日在菲专属经济区内展开联合空中巡逻，范围涵盖南伊罗戈省坎东以西90海里和明都洛岛卢邦西北50海里的地区，目的是为了加强两国武装部队的互操作性，提高空军执行保护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任务的能力。深圳卫视注意到，美菲联合南海巡逻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这次已经是第3次。每一次他们挑衅，解放军都采取了积极应对措施。观察指出，这次美菲联合巡逻的作秀性质明显，实际作战效能则差强人意。因为美国派出的是 B-52战略轰炸机，这款战机首飞于1952年，美军计划将其延役至2050年，服役时间将要接近100年。虽然擅长远程打击，但机动性能差，自卫能力、战场生存能力低，需要其他战机进行护航。但菲律宾派出的是 FA-50战斗攻击机，该机由一家韩国军火商制造，是在 T-50高级教练机基础上改进而成，属于轻型攻击机，给 B-52护航是小马拉大车，性能严重不足。2014年，菲空军采购了12架 FA-50。值得注意的是，去年菲律宾空军曾宣布，在与美国空军的模拟空战中，使用 FA-50轻型战斗机击落了号称全球最强的 F-22隐形战斗机。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杨旭当时宣称，如果 F-22的飞行员出现严重失误，也不是没有可能。是美国一方面借此向菲律宾展示我是支持你的我是愿意在军事安全领域里边来扶持你。那么菲律宾呢也表现出一定的诚意或者热情，来跟美国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这种配合。他们主要的目的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军事安全上的这种意涵，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在政治和外交上。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这种所谓政策信号不会起到任何对中国的这种威慑或者是恐吓作用的。值得警惕的是，按照菲律宾武装力量发言人帕迪拉的说法，美菲正在筹备今年4月举行代号肩并肩的年度联合军演。去年的肩并肩为史上最大规模，并首次进行了实弹演练，而今年菲方宣称规模将超过去年，演训科目设计的复杂程度也将创纪录。1月底，菲律宾军方北旅宋司令部司令官到访该国北部的马武利斯岛，他还透露，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就以此岛为起点。马武利斯岛地处巴士海峡，是菲律宾最北端的岛屿，距离吕宋岛约300公里，但距离中国台湾岛南端的鹅銮鼻仅有大约140公里。该岛面积 1.1平方公里，没有常住居民，但菲军的一小支部队驻扎在这里，建设有少量军事设施。马武利斯岛的军事价值在美方重返印太战略提出后日益受到美军重视。去年11月的首次美菲联合空军巡逻的起点就是该岛，而为了这次军事行动，菲律宾军方提前1个月将一支特遣部队派往该岛进行清场，并建设一个用以观察巴士海峡的哨所。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南海，菲律宾还在涉台海的问题上继续玩火。2月19号，菲律宾巴坦群岛省省长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签署备忘录，计划把巴坦群岛马哈陶港开发为海岸警卫队的避风港。2月初，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特·特奥多罗宣称，要将马武利斯岛所在的巴坦群岛的多个岛屿军事化。观察指出，这符合美方提出的远征前进基地概念。目前，美军正在琉球群岛验证这一战术。根据手册，这一新战法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有争议的海域行动所制定，使用装备将高机动性能装备连同士兵一起投送到偏远岛屿，以执行封锁、打击等任务。而巴坦群岛所在的巴士海峡是南海进出太平洋的战略水道。值得警惕的是，菲方还将此事与台海局势相关联。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月8号回应称，菲方应慎重行事，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可能主要的方面还是美国的压力。美国其实重返菲律宾，包括要求菲律宾不断的加大对美方的这种基地开放的力度。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不仅着眼于南海，同时还是着眼于台海。
所以我们也知道或者说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来，美国很多的就是军事部署，包括基地的设施的获得使用权，其实都是靠近台湾岛这个方向上的。另据香港南华早报2月14号报道称，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今年可能将近一半的航母部署在西太平洋，以发出所谓威慑中国和朝鲜的信号。报道称，3艘美国航母已经在西太平洋运行，还有2艘即将抵达。他们的到来将标志着美国11艘航母的5艘首次同时在该地区执行任务。报道指，今年2月5号，美国太平洋舰队旗下航母林肯号被发现驶离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母港，驶向西太平洋。美国海军也证实，已完成维护保养的华盛顿号航母今年将重返日本横须贺基地，取代里根号航母，成为美国第7舰队航母打击群的核心。而里根号将离开日本，返回美国进行维修保养。值得注意的是，里根号航母正处于躺平阶段，已经连续多月没有出港。也有分析认为，美国5艘航母史无前例齐聚西太平洋是一种博人眼球的说法，这并不是常态化部署。华盛顿号是来替换里根号，而林肯号航母大概率是来轮换卡尔文森号。但此事也再次显示，美军正将战略重心由中东转向亚太，正在这一地区维持3艘航母的部署。值得注意的是，2月11号是拜登政府发布所谓印太战略2周年。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拉特纳表示，美方希望在本地区打造一个新的安全架构，该架构不是北约，也不是单一的对抗性同盟，而是一个能够专门应对亚太地区挑战的布局。西太平洋地区哪里有那么多的港口和设施去供养或者是保持能够维持这个5艘航母的部署？这些其实都是应该说在军事上属于是常识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应该说是一种噱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赴德国出席慕安会，并访问西班牙和法国。那您对于王毅在龙年首访欧洲有哪些观察？对于慕安会报告主题的双输，中方做出的回应释放哪些积极信号呢？今天的世界啊，尤其是中欧啊，面对着极大的负面压力。我把它概括为2战1选。所谓2战呢，就是俄乌和巴以之间的战事僵持、欲罢不能的困境，给所有国家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所谓1选呢，就是指美国下半年的大选了，尤其呢是伴随特朗普的强势复归，特拜2位老人将再次碰撞厮杀。尤其是近来特朗普连连的就国际事务喊话，企图借外博内，为自己的选情造势。由于他4年前曾经执政，所以今天人们对特朗普在国际重大事务上几无底线的不靠谱仍然记忆犹新，所以任何人也不敢掉以轻心，只能够未雨绸缪，提前防范。尽管在这次会上很少有人直接提及特朗普现象，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会外的主角。这1选和2战以及其他的负面要素之间，其实存在着重要的、明显的相关性，其变数和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而这次的慕安会呢，将上述以2战1选为主的世界乱局概括为双输，并且作为主题。我认为呢，是表明了主办方对近年来混乱动荡的世界局势的一种反思。提出双输的这个主题呢，首先就表明了他们终于又回到了结束冷战之初的那种全球化的认知，承认了全球是一体的，各国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地球村的关系，而并不是过去那种冷战的时候零和那种博弈关系。如果要输，大家都会输；如果想赢的话，就要大家共赢。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几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搞阵营对抗战略思路的一种失败。这是一个国际认知层面上的重要转变其次呢，双输这个主题还表明了各国共有的一种不堪忍受的危机感，大家真的是有点受够了而正是针对这样的形势，王毅先生这次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传递了4大信号，概括起来是2个字，就是企稳。首先呢，就是大国关系要企稳；第二呢，就是世界安全要企稳；第三呢，是经济发展要企稳；第四是国际治理要企稳。方法呢，就是要通过扩展合作、搁置争议、缓解分歧，来构建正确的相处之道。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王毅此访法国，受到法国乃至欧洲媒体高度关注。中法关系为何在大国关系中独树一帜呢？中法是今天世界上一对极为特殊、重要的大国关系。首先呢，中法之间具有着深厚长久的历史渊源。周恩来、邓小平等新中国重要的领导人们，也都曾经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们在最有活力的年龄时，亲历了当时的欧洲政治实践进程。聂耳写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就被誉为是中国的马赛曲。其次呢，就是中法之间还具有着极为相近的国际定位，特别是在冷战时期啊，两霸横行，中法两国呢分别作为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主要代表，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在几十年中形成了极为相近的战略自主的国际定位。也正因为如此，法国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中法之间还具有殊途同归的现实诉求。尤其是近年来啊，在百年不遇大变局的背景下，美国呢是出于一种霸权的焦虑，就不断地朝着反全球化、反多边主义的方向逆行，而造成了今天世界局势这种双输的动荡局面。法国呀，已经成为今天世界上和中国主张最为接近的西方大国。中法最近互动热络啊，这次王毅外长到法国访问，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60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中法两国对独立自主的坚持，对世界多极化的追求，对文明多样性的珍视，从来没有改变。